咱这次出差这么久，也不知道咱妈在老二家过得怎么样，吃的好不好？放心吧，你每个月给老二那么多钱，咱妈还能受委屈啊？瞧你那担心的样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亲闺女，我是上门女婿呢。快走吧，快走吧。开饭了，来，把这个给你奶奶送过去。奶奶，给你吃鸭腿。哎，他都这么大把年纪了，你给他吃这个就是浪费，知道不知道？那妈妈，等你老了以后，你也不能吃鸭腿吗？哎，你怎么跟你妈说话呢？赶紧回来吃饭。儿子啊，能给我一碟菜吗？别人家的老太到你现在这个年纪都在下地干活了，你倒好，只能是个累赘，要求还挺多。妈妈，累赘是什么意思啊？等你老了以后也会变成累赘吗？哎，吃你的饭，少说话。儿媳妇儿，能给我一双筷子吗？你别动鼻子上脸，能吃就吃，不能吃就饿着。吃完了把阳台上的脏衣服给我洗了去。来来来，媳妇儿。妈，我们来看你了。大娘大娘，西奶奶呢？妈，你怎么用手洗衣服呀？弟妹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哎呀，咱妈中午吃鸭腿呀，不小心把油溅身上了。我说让她用洗衣机洗吧，她非说洗不干净，要用手洗。哎呀，是吧，妈？咱妈就是太勤快了，非要自己动手。哎呀，我说了也不听。大伯大娘，不是的，是我妈妈让奶奶用手洗的。中午也不让奶奶吃鸭腿，吃的是这个。西雨，你先回屋啊。妈，是我们对不住您，让您受苦了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，妈太想你们了。你们大鱼大肉就让妈吃狗食，你们还是人吗？我让你们吃，全给你们炸了！哎，大哥，你这是干嘛呀？至于吗？你说我干嘛？妈含辛茹苦的把咱俩养大，供咱俩读书，给你买房子，给你娶媳妇儿，你就这么对待妈？我们怎么对她了啊？咱妈不缺吃不缺穿的，被我们照顾的健健康康的，这不也挺好吗？闭上你的臭嘴巴！你们两个畜生！你们也有孩子，你们现在怎么样去对待咱妈，以后你们的孩子就会怎样对待你们。坐在那儿啃馒头洗衣服的不是别人，那是海洋的妈，生他养他的亲妈，也是给你伺候月子、帮你带大孩子的婆婆。我和你大哥每个月给你们那么多的生活费，让你们照顾妈，结果呢？咱妈苦了一辈子了，在该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，却吃着狗食，用手洗衣服。子女不孝，没有福报。行孝之家，必有余庆；不孝之家，必有余殃。你们两个一定会遭报应的。给你们的狗碗。妈，我带您走，以后我和淘淘一定会寸步不离的照顾你，给您养老。开饭啦，小妹，你好不容易来一趟，多吃点啊。妈，你也多吃点。哎呦，这嘴上说的好听，身体倒是很诚实嘛。说是让咱妈多吃一点，结果把肉菜拿得远远的，把青菜放到咱妈跟前。
我妈平时对你那么好，你居然连块肉都不舍得给我妈吃。小妹，咱妈喜欢吃清淡的。妈那哪是喜欢吃清淡的，妈那是舍不得。咱妈对自己抠也就算了，你这当儿媳妇的，天天拿着我哥的工资，就让我妈吃萝卜白菜。行了，你少说2句。妈，这儿媳妇靠不住，您不还有我这个闺女呢吗？我这次来呀，就是专门来给您尽孝的。您一年到头来呀，为了这个家实在是太辛苦了。这是女儿我的一点心意，您可得收好了，千万别被哄骗到了别人的口袋里。行，那我就收下了。妈，您看我这最后一点钱都用来孝敬您了，这过年想给自己买身新衣服都拿不出多的钱来，要不您给我发个压岁钱贴补一下我呗？我看呀，你还是把这钱拿回去吧，你还是先保住自己的生活比较重要。哎呀妈，这钱你得收，我是怕你在这受人欺负。别乱说，你嫂子对我挺好的。好会让你吃萝卜白菜，这过年了我嫂子都不舍得让你吃块肉，平时指不定对您什么样呢。看事情不能只看表面。妈前段时间体检查出来有高血压，不能吃太多肉。今天是你来了，你嫂子才做了几个肉菜。平常为了照顾我清淡的饮食习惯，你嫂子那么爱吃辣的一个人，现在做菜连盐都不敢多放一点，不是给几百块钱就叫孝顺了。真正的孝都是在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和一言一行中。别总挑剔你嫂子，你嫂子既然嫁过来就是我们的家人，一家人就应该在一起过个和谐健康年。对不起嫂子，是我误会你了，谢谢你把我妈当亲妈一样孝顺。应该的，大家都是一家人。小妹，你以后有什么需要嫂子帮忙的地方，也尽管开口。等一会儿吃完饭，咱出去逛街，给你和妈一人买2身新衣服。吃完饭把碗放厨房，我来刷，不能剩饭啊。哎，这还有一碗，你们我吃饱了，我也吃饱了。那既然大家都吃饱了，嫂子你不吃了吧？哎，我吃完了。老公，我吃不了，你帮我吃点吧。吃不完还非煮这么多，谁愿意吃你的剩嘴巴子呀？就是哥，把你的碗给我，帮你拿厨房去。吃不完就别勉强。可是不是您说不能剩饭吗？对呀，所以妈给你扫盘。妈，这可是我的剩饭啊！您一点都不嫌弃我吗？除了我爸妈，还没有人愿意吃我的剩饭呢。我不也是你妈吗？吃自己孩子的剩饭嫌弃什么？哦，对了，这个你拿着，压岁钱，一个是波妞的，一个是给你的。不行不行，我都这么大了，哪还能要压岁钱呀？孩子的这个我可以留下，这个您还是留给苗苗和妍妍吧。你不用操他们的心，谁说大人就不能收压岁钱了？再说，在妈这，你永远都是妈的孩子，快收下。妈，您对我真好，有时候我觉得我简直就是您的亲女儿。你平常把妈当亲妈一样孝顺，那你可不就是妈的亲女儿吗？妈知道淘淘有时候不懂事，你的2个小姑子也是真心惯了。你为了融入这个家做了不少努力，也受了不少委屈，妈也是从这个时候走过来的，所以你放心，只要有妈在，妈吃过的苦不会让你再吃一遍，妈没享过的福一定要让你享受到。咱们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妈，您别这么说，你好不容易媳妇熬成了婆，要是再跟我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那不相当于您年轻时候吃过的苦还要再吃一遍吗？那有什么？这人呐，就不能老是计较自己失去了什么，而是要知足于自己得到了什么。而且妈觉得现在已经很幸福了，日子不算富裕吧，倒还凑合，身子骨算不上硬朗，但还算健康，母慈子孝，家庭和睦，儿孙绕膝，这就是妈最想要的，简简单单的幸福和享乐。妈，你有朋友来了。朋友，我也没朋友说
王姐，这是我哟，大妹子，好久不见呀！这些年不见了，你还是这么年轻。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儿了？我闺女最近找工作，说看到一家公司挺不错的，老板叫王淘淘。我一听，这不是你们老王家的儿子吗？淘淘现在真是出息了，都当大老板了。母凭子贵，你这当妈的真是享了儿子的福了。享啥福啊？操他的心还差不多。对了，你们家淘淘这么优秀，成家了没？我家闺女跟淘淘1年呢，还单着呢。不信你看，淘淘已经结婚了。这样啊？那怎么没见你儿媳妇呢？刚才在门口帮你拿鞋的那个就是。啊，那是你儿媳妇儿？不说我以为是你家请的阿姨呢，一看就是农村来的吧？你们家淘淘高学历，又是个大老板，什么样的姑娘找不到啊？偏找个土老帽。我们家丽丽可是研究生，1.7米的个头，比她漂亮多了。只要你家淘淘愿意。越说越离谱了，王姐，咱也算是10几年的老相识了。以前淘淘打工的时候，你是路过我们家门口都不会进去瞧一眼的人，怎么现在知道淘淘开公司了，想来攀亲家了？不好意思，我再重复一遍，淘淘已经结婚了，你女儿再优秀也与我无关，我不会也不可能同意和一个捧高踩低、趋炎附势的人做亲家。要是没什么事啊，你还是请回吧。你妈，王姨是您朋友，您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啊？什么朋友？谁要是不把你放在眼里，那就不是我的朋友。刚才我们谈话，估计你在厨房也都听到了。刚走了个婷婷，又来了个丽丽，往后指不定还有小红小绿。以前家里穷，什么亲戚朋友啊都离我们远远的。现在淘淘出息了，当老板了，又一个个往上贴，大家都说我好福气，说我托了儿子的福。只有我自己心里清楚，他一天天在外边忙不着家，我这所有的衣食起居、吃喝拉撒都是你在照顾，我哪是托了儿子的福啊？妈，这是托了你的福。淘淘做的最对的一件事就是娶了你，这个家没了谁也不能没有你。妈在这给你打包票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我这辈子只认你这一个儿媳妇儿。豆豆，一会儿把地拖一下，这家里都几天没收拾了，地板都脏成什么样了？谁嫌脏谁收拾，关我什么事儿啊？哎，妈，你看他，这都几天了还没消气儿，一跟他说话就冲我。家里除了波妞，什么家务他都不管，他还有点三斤两母的样子吗？豆豆心情不好，你少招他。这会儿我也没啥事，我拖地。阿姨，我来拖吧。嫂子啊是城里姑娘，比较娇贵，有时候想偷些懒也是情有可原的。哎，你没开电源怎么拖呀？电源。婷婷，豆豆上次睡懒觉，你说你把家里的活都干一遍，不会是没用过我们家的洗地机吧？哦，我应该是忘了拖地了，上次。没事儿，我记得你把桌子擦得还挺干净，用什么擦的？哦，我用抹布一点点擦的，当然干净啦。是吗？可是我们家没有抹布，豆豆为了节俭攒了不少废弃的洗脸巾，我们家平常都是用那个擦桌子。哦，那应该是我弄错了。妈，你问这个干嘛呀？婷婷不管用什么擦的，都比豆豆勤快100倍，整天不是睡懒觉就是闹脾气，家里的事儿是一点都不管。对了，婷婷，上次来找你的那个小伙子现在怎么样了？又打扰你了吗？哦，多亏你们帮忙，他现在就没有再找过我了。那就好，我想他那小伙子也应该不太聪明。不太聪明？你想，如果你跟踪一个人到他住的地方，想带他走，自然会观察这个屋子里是否住着其他人，选择一个容易下手的时机。如果他选择在这个家里所有人都在家的情况下破门而入，未免也太蠢了吧？不知道的还以为在演戏呢。对，是挺蠢的。我出去透透气，中午不用给我做饭了。哎，淘淘哥，我和你一起吧，正好去楼下超市买点东西。
婷婷，这有份合同需要你签个字。合同？什么合同啊？阿姨，这是……你不是一直觉得住在我们这不方便吗？阿姨就帮你找了个房子，挺不错的，签了合同，明天就能入住。可是我现在还付不起租金呢。我想过了，所以先帮你垫付了3个月，等到时候你有了工作，再慢慢还给阿姨就行。怎么？我还想着你会很开心呢，难道是不想离开我们家了？怎么会呢，阿姨？您这么帮我，我真的特别开心。那就签吧。不请我进去坐一下吗？你作为淘淘的妹妹，给她发那样的信息，不太合适吧？你怎么会看到？淘淘哥呢？上次纪念日被你耽误，淘淘今天特地去给豆豆补办了纪念日。真不明白，淘淘哥到底喜欢他什么呀？他打扮邋遢，脾气又暴躁，他根本就配不上你和淘淘哥对他的好。婷婷，你没有结婚生子，你不知道。你觉得豆豆打扮邋遢？试问，哪有不爱美的女人？只是孩子把化妆品吃到肚子里，他害怕；新衣服被孩子弄脏了，他心疼。至于脾气暴躁，如果你一天24小时做着家务，全年无休，没有收入，上要孝敬公婆，下要抚养孩子，中间还有个丈夫要伺候，你能忍住不说几句牢骚的话吗？豆豆大好的年纪，远嫁到我们家，付出了什么，又得到了什么，我比任何人都清楚。要说不配，也是我们家配不上豆豆。可是哪个女人结了婚不都这样吗？阿姨，您就是把她想得太好了。是，都这样。正因为我是过来人，所以才更心疼豆豆。当年生了淘淘，我就告诉我自己，如果我儿子以后娶了老婆，我一定不会让我儿媳再吃我吃过的苦，我一定要拼命帮她，不让她受任何委屈。婷婷，我看着你从小长大，一直把你当女儿一样看待，但不能纵容你一次次的犯错，一次次的破坏我的家庭。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，豆豆善良，不代表他好欺负；他不跟人争，不代表你就可以抢。我可以给你讲理，但不代表我不会翻脸。不知道你天天瞎折腾什么？这么热天了给你送回来啊？什么垃圾啊这是？这不是垃圾，这……杨豆豆，开门！小妹，你这是进来呀！你儿媳妇是对你不好吗？非要往我那儿跑？杨豆豆，你怎么回事？你们是不打算给他养老了吗？小妹，你先别激动啊，坐下喝口水。妈，你也先坐。妈，您什么时候去小妹那儿的呀？我都不知道，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啊？您说，我改。没有，豆豆，妈知道你是个孝顺的孩子。哎，这话我就不爱听了，说的好像我不孝顺一样。都说养儿防老，你不是有儿子吗？天天往我那跑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天天不上班，专门伺候你啊？妍妍，你误会了。其实我今天上你那，是想把我缝的夏凉被拿给你，顺便跟你说个事，没想着住你那。现在夏凉被几10块钱一个，谁稀罕你给我缝啊？有什么事快点说。前2天拆迁办的刘主任给我打了电话，他说什么？是不是老家的拆迁款下来了？哎呀妈，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呀？我可是您的宝贝幺女儿，从小到大您跟爸爸最疼我了。这个拆迁款我必须分大头。妈，这房子是您和爸的，爸现在不在了，
这拆迁款归您，我们不能要，我们还年轻，能挣钱养得起您。你不要更好，一个外人本来就没你的份儿。我是妈的亲女儿，妈把钱给我，还有什么好不安心的？妈，你就快点收拾东西跟我回去吧。到时候拆迁款下来了呀，您给我，我给您养老。你刚才不是还说养儿防老跟你这女儿没关系吗？跟我没关系，难道跟你这个外星人有关系吗？妈，您给我透透底儿，这拆迁款到底有多少钱？我话还没说完呢，其实是你爸之前生病借了刘主任5万块钱，人家现在讨债来了。啊？讨债？是啊，这么多钱，我一个老婆子也没有收入。俗话说，父债子还。你耍我呢？父债子偿，那你找你儿子去啊，找我干嘛？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这账我可不认。妍妍，你说的这是人话吗？妈生你养你，供你上大学，结婚给你置办嫁妆，最后还帮你把孩子带大了，这些你都忘了吗？咱妈就是养条狗，狗都知道冲对它好的人摇尾巴。我看咱妈简直就是白养你了。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儿！我还有婆家一大家子，还有孩子要养，哪来的闲钱呀？我倒是想养他，他给我拿钱吗？钱，没有钱他就不是你妈了吗？妈是用来报恩的，不是用来榨取的。你现在也是当妈的人了，你这么对咱妈，就不怕你的孩子将来也这样对你吗？我还就我还，妈您放心，这钱我肯定帮你还上。豆豆，你这份心妈已经知道了。其实拆迁款确实下来了，在这张卡里一共30万。你爸说这钱要留给最孝顺的子女，才好有人给我养老。妈现在决定把这钱给你。妈，这钱您留着，有我在，您还怕没有人给您养老吗？我们也有孩子，孝道需要传承。如果孝顺和金钱非要捆绑在一起的话，那这个孝顺不就变味儿了吗？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单元楼前门对着是东门，后门对着的是西门，矮楼靠着的是南门，高楼靠着的是北门。您还要我跟你说多少次呀？怎么了？妈又在小区迷路了，我天天满小区的找妈，这让邻居看见笑不笑话呀？对不起啊，儿子，妈从乡下来的，没住过这么大的小区，这楼都长得一个样，我实在记不住。没事妈，您不是要去买水果吗？买了吗？哦，对，我把这事儿给忘了。淘淘，你上次说那个水果店在哪个门来的？妈，你先坐这儿喝点水歇会儿啊。刚好这会儿波妞睡了，我也没什么事儿。你想买什么？我去给您买。我想买点淘淘爱吃的苹果，还有你爱吃的提子。行，我这就去买啊。淘淘，妈在10号楼旁边，让你去接一下她呢。她给你打电话怎么不接呀？我没空，天天不认路还爱往外跑，让他自己走。就那么大点地方，多走走，下回就认路了。慢点啊，慢点，看着。这是妈给波妞买的新餐椅。妈，你先去休息一会儿啊，一会儿做好饭我叫你啊。这下知道妈为什么打电话让你去接她了吧？我怎么知道他买了这么大件的东西？我还以为他又找不着路了呢。我之前可是下楼接了他2回，搁谁谁不烦？但我清楚的记得，之前因为工作原因，你要找村里盖章，不知道地方在哪儿，妈可是来来回回替你跑了5、6趟。老公，这些天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假如说让你去照顾一个人，这个人呢没有语言沟通能力，不会说话，也没有自主行动能力，大小便失禁，还有暴力的可能，随时会打你。他能爬，但是没有办法自己行走，你能照顾他几天？还几天？这我1天也照顾不了啊。可是你平常天天抱着波妞，不也挺开心的吗？哦，小孩呀，我以为你说的是老人呢。你看，我们对小孩子会和颜悦色，反之对老人就会没有耐心，是因为当我们照顾小朋友的时候，看着他一天天长大，他们给我们带来的是希望；但是照顾老人的时候，看着他们一天天老去，他们带给我们的是绝望。人们更喜欢希望，不喜欢绝望，所以反映在行为上的时候，体现出来的就是愤怒和不耐烦。
但是你设想一下，如果是波妞在小区里迷路了，你会怎么做？如果是波妞一遍遍地向你提出问题，你又会如何回答？如果是波妞总犯同一个错，你又会如何解决呢？同样是血缘至亲，我们对父母的态度和对孩子的态度不应该天差地别呀。老公，抚养孩子是义务，照顾父母同样也是。所谓孝顺，就是多点耐心，少点抱怨。当我们创造了新生命的时候，也不要忘了带给我们生命的那个人啊。老婆，我知道了。怎么了，莹莹？谁没冲厕所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应该是我上厕所忘记冲了。我这刚从农村来的，年纪大，脑子又不好使，我的错。我帮你冲下去了，你去上吧。算了，我还是回家再解决吧。妈，这没事了，你去屋里歇着吧，我跟我朋友聊聊天啊。豆豆，我跟你说呀，你得跟淘淘商量一下，哪有刚结婚就把婆婆接过来住的，而且还是个农村老太婆，又臭又脏的。你不嫌膈应的慌啊？赶紧跟淘淘说，把他妈送走。其实是我让淘淘把我婆婆接过来住的。怎么？那老太婆手里有存款？那倒不是因为这个，那是因为什么？我公公走得早，我婆婆一个人拉扯着3个孩子长大，现在淘淘他们兄妹3个都成家了，我婆婆却没了住处。之前去老2、老3家还被赶了出来，到了该颐养天年的时候，没有一个孩子愿意给自己养老的。我想着这谁的妈不是妈呀，所以我就把妈接了过来，以后我给她养老。你傻呀！他自己亲儿子亲闺女都不管他，你充什么烂好人呀？毕竟不是亲生的，你对他再好，人家未必领你的情。这老太婆就是个累赘，生活习惯不一样就算了，还什么活也干不了，净在家添乱。反正我们家老张是从来不敢把他妈送我这儿来，因为我见他一次撵他一次。算了，不说那个老太婆了，说起来他就烦，这么大岁数，连个养老金都没有。成天在外面捡破烂，别提有多丢人了。难道老人家老了不中用了，就活该被人嫌弃吗？你也是有儿子的人，如果你将来躺在床上动不了了，你儿媳妇也这样嫌弃你，把你赶走，你作何感想？他敢！我儿媳妇要是敢对我不好，我就马上叫我儿子跟他离婚。那你这样对自己的婆婆不好，就不怕老张跟你离婚吗？就他，我给他10个胆他都不敢。你以为老张那是怕你啊？他那是爱你，尊重你，但你不能拿他对你的爱来当做你毫无底线伤害他家人的筹码呀。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安稳的晚年，将心比心，都是一家人，我们能帮一把就帮一把。都说世上只有妈妈好，一个好婆婆实在难当啊。我婆婆是年纪大了，偶尔会做错些事儿，但她毕竟曾经是这个家唯一的依靠，为了家人默默付出，不求回报，一心只为儿女，每天忙前忙后，伺候完大的，伺候小的。咱做人要懂得感恩。你摸着良心说，这些年你婆婆亏待过你没有？你将来也会成为别人的婆婆的，难道你就不怕你现在的婆婆就是将来的你自己吗？婆媳，和和气气，家庭和睦才是最大的福气。能把婆婆当亲妈，不是致富就是发家。妈，您怎么在这儿啊？您这是要去哪儿啊？豆豆，我就是想，妈，你想干嘛跟我说呀？怎么能一声不吭的就把行李收拾了呢？走，咱们回家说。哎妈，我不是让你去小弟家了吗？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我还没问你为什么把妈送走呢。妈，喝茶。你过来。
你这是什么意思呀？怎么能趁我不在赶妈去小弟家住呢？弟妹这两天回娘家了，我知道小弟心软，好说歹说，小弟才同意跟咱们一起照顾妈。我俩都商量好了，一人1个月轮流照顾咱妈。我就怕你不同意，没跟你说。你也知道我会不同意呀，我恨不得抽你2巴掌。什么叫轮流着来？说起来是2个儿子在养妈，实际让妈在中间折腾，一个懒得送，一个不愿意接。你知道咱妈刚刚在公交站台坐着的时候有多无助多可怜吗？去也不是，来也不是。你小的时候咱妈也不富裕，她也没说把你往别家送吧。从现在开始妈就住这儿，哪儿也不许去，谁也不许跟我抢妈。那同样都是妈养大的孩子，小弟他也有赡养父母的义务。你倒是会做老好人，把养妈的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，总得给人小弟一个尽孝的机会吧？是我不给他机会吗？小弟和弟妹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了解？妈去了能有好日子过吗？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。无论父母多大年龄，是穷是富，心里永远只有自己的孩子。但是我们呢，又是怎么做的？等他们年纪大了，就像踢皮球一样踢过来踢过去，巴不得跟自己半点关系都没有，是吗？况且我们也已经为人父母了，要给孩子做榜样的。我们现在怎么对妈，咱的孩子将来就怎么对我们。我总劝你孝顺，也不是为了立什么人设跟谁攀比，而是为了真到妈百年归天的那一天，我们自己能没有遗憾，问心无愧。我知道了，老婆，我以后再也不会说把妈送走了。那就行，还不快去给妈做饭？我去帮妈把行李收拾一下。哎，干嘛非要在家吃火锅呀？我婆婆不能吃辣。现在外面又热又晒的，这出去一趟呀，防晒都得5分钟一涂，不如在家吹着空调吃火锅，好好享受一下咱仨的闺蜜时光。再说了，这家里有人给做，干嘛非要出去吃？对，你们年轻人爱吃，妈就给做。再说了，这不是有清汤吗？我吃清汤就行。阿姨，这吃火锅没点蘸料怎么能行啊？有芝麻酱吗？给我拿点儿。我要有碟。啊，好。阿姨，这羊肉1盘怎么能够啊？啊，行，我一会儿多拿点。厨房这么近，咱们自己去拿就行了呗。这吃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好好整整你婆婆呀。我们是外人，在外人面前，她怎么着也得装一下。今天呀，你可得抓住机会了，好好治她一顿。对，我跟你们说呀，我早就想治一下我们家那老太婆了。你们羊肉来啦！哎，这是你们的蘸料。阿姨，这光吃菜没点主食怎么能行呀？啊，屋里有米饭，我去。阿姨，我觉得吃面比较好，最好是手擀面。对呀，阿姨，你去帮我们做手擀面吧，我们下到火锅里吃。我妈还没吃饭呢。那又怎么了？阿姨，你饿吗？啊，没事，豆豆，我一会儿吃也行。你们先吃，我给你们做手擀面。嘉兴、娜娜，你们有点太过分了吧？你就放心吧，有我们在这儿，平时她怎么对你的，今天你就怎么对她。是吗？可是我婆婆平时对我体贴入微、关怀备至，事事为我着想。你们觉得你们现在这样对待她合适吗？不可能，豆豆，婆婆终究是婆婆，是不可能像亲妈一样对待你的。她表面上对你那么好，背地里指不定怎么算计你呢。我看你啊，就是心态是太单纯了。就是，这是你的家，你得拿出你女主人的威风来，当心哪天呀，这老太婆骑到你头上去。是，这是我的家没错，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家呀，这是我和淘淘和我婆婆共同的家。家里面有老有小，这才叫一个家。从我生孩子坐月子到家里的家务，一日3餐柴米油盐，我婆婆都在用心的帮我。她老人家对待我就像对待自己的亲女儿一样呢。这么好，肯定没安好心。就是，哪有那么好的婆婆呀？嘉兴、娜娜，你们不知道，有一个好婆婆的帮衬，对我们做儿媳的来说已经太好了。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？这个家里有原本属于我婆婆的一切，我作为儿媳的到来，不是为了和她去争、去抢、去夺，而是为了让这个家越来越圆满。一家人之间
真心相待，以心换心。日子难的时候互相取暖，日子好了不离不弃，这才是属于我们寻常人家的小幸福啊！其实婆媳关系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复杂，复杂的是人心。一个好婆婆也可以是第二个妈。妈，您别忙活了，我们不吃面了。可你朋友不是说……来，跟我妈说你们想吃什么主食。我们吃米饭吧。对，吃米饭就行，我们自己去蒸。哎，妈，您怎么来了？快进来坐，这会儿孩子正闹呢，我得给他冲奶粉。您喝水的话自己倒啊，厨房里有水果。妈，你来了。哎，哦，对了，我这次来，这地上怎么这么脏啊？哦，是我。妈，你坐着别动，别再乱走了啊！妈，你看我这忙的，都忘记给您拿拖鞋了。耶，终于忙完了。咱妈呢？哎，不知道呀，刚才还在这儿呢。儿子，豆豆，这是妈今年1年的工钱，都给你们拿过来了。知道你们平时也不容易，希望可以减轻你们一点负担。妈看你们都挺忙的，我在这儿也碍事儿，就先走，不再给你们添麻烦了。祝你们过个好年。咱妈对咱可真好，这下好了，咱们离买车又近了一步。哎，你去哪儿？哎，豆豆，你怎么又把妈带回来了？妈，刚才我们都在忙，没顾上您，实在对不住。可是我这……哦，妈，刚才其实我是去给您拿棉鞋了，您这布鞋又脏又不保暖，刚好家里有双棉鞋，您快试试合不合适。还有妈，这钱您还是拿回去吧，我们不能要。哎呀，不用，妈1年到头也没来过几回，没给你们帮上什么忙。过年了，这些钱啊，就当是妈的一点心意。是啊，豆豆，这是妈的心意。再说了，咱家现在条件也不宽裕，你每天起早贪黑的打零工，一边照顾家里，一边还要各种找活干，不就是为了早日还清房贷，买个车吗？有了这笔钱，你可就轻松多了。身上是轻松了，可我心里能过意得去吗？买车哪有咱妈重要啊？老公，我知道你心疼我，但是我也心疼咱妈呀。妈，您不用对我们自责，您把淘淘抚养长大，帮我们成家，我们已经很感激了。不是您看我们的天数少了，而是我们关心您的次数不够。不是您没给我们帮忙，是我们没能给您陪伴呀。我们有手有脚，挣钱的事儿我们年轻人来就行，您不用操心。以后别一个人出去打工了，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，让我们照顾您，给您养老。老公，其实只要你对我好，妈和女儿都健康平安，我就别无他求了。所以妈的血汗钱，咱1分钱也不能要。妈，是我不好，这2年对您的关心少了。豆豆说的对，您就别去打工了，搬来和我们一起住，一起生活，一起过年。好，好，都听你们的。